龙岸边的毕茂康状若疯狂地表达着他的新想法，令众人惊讶不已。崇祯皇帝静静地听着，心中了然于胸，遂发枪即将诞生。毕茂康兴奋地向崇祯陛下汇报：“陛下，自动生火的方法我已经想到了，我们可以使用碎石替代火绳，通过碰撞产生火星，点燃火药。当然，这需要对火铳结构进行改造，所需时间难以确定，但这种方法一定可行。如果实现了，陛下将是功勋卓著的先驱。”崇祯淡淡摆手：“这完全是你自己的创意，与朕无关。”他心知肚明，即使不提点，毕茂康几年后也会有这个发现，他只是提前了一步。随后，众人畅谈起火器的前景。孙元化透露了崇祯对火炮的想法，众人纷纷称赞。毕茂康更是高兴地表示：“感谢陛下的启示，若能试验成功，大明将引领火器时代。”崇祯宣布成立大明火器研究院，专门研究火器，以增强军队战力。众人齐声称赞，复议建立各司，以专业人士负责不同的研究领域，特别是奇技司和战术司，负责研究火器的各种特殊应用和战术配合。火器研究院设立院长、监院、院成等职位，各司设司长、博士、教授、助教，各司职责明确。同时，崇祯派遣人员到院中监督，以确保研究的顺利进行。最后，崇祯宣布徐光启担任火器研究院院长，毕茂康和孙元化分别担任左右监院监火铳司和监火炮司司长。这一决定引发了众人的担忧，但崇祯对三人的能力颇为信任。随后，崇祯提出成立火器学院，并要求徐光启等人负责教学工作。虽然对于3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来说，这是一项额外的任务，但他们心知其重要性，决心传承火器知识。3位大臣在皇帝面前述说他们所认识的火器专家。首先是毕茂康介绍了焦旭和汤若望2位精通火器的同道。焦旭是他在西学上的领路人，而汤若望则是编写了权威著作《火攻切要》的专家。他们目前都在西安从事传教工作。接着是徐光启介绍了利玛窦，不过遗憾的是他已经去世。但是他还提到了李之藻、张涛和孙学师，这3位在澳门购买大炮的行家已经被邀请来京，预计年底能抵达北京。孙元化则提到了一个奇人王祉，他是精算专家，研究过水、风等机械，并著有《新制诸气图说》和《远西奇气图说》2部专著。然而，王祉目前因为私娶妾，害怕法律制裁而赎罪在老家。皇帝听到王祉的名字，有些陷入沉思，因为王祉被誉为南北王之一，是科学大佬中的重要人物。他对这位奇人的才能和所做的研究感到震惊，尤其是他议会的《远西奇气图说》，内容涉及西方力学原理，让崇祯意识到可能会影响到大明的工业革命。然而，王祉却因私娶妾而遭受道德谴责，目前在老家赎罪。皇帝听到这个消息，感到非常纠结，因为这些重要的火器研究人员竟然都信奉天主教，这让他十分困扰。在向徐光启等人重申了不允许在火器研究所内传道的规定后，崇祯询问他们，若是研究出领先西方的技术，是否会传播到西方去？3位大臣都断然否认会泄密，毕茂康更是表示绝不会背叛大明，否则后世子孙会无法容忍。他们向皇帝保证，技术的流动不会对大明造成危害。皇帝听后称赞3位大臣的忠诚和全权之心，但他也给了他们一句话：或许你们会觉得技术的流动和碰撞才会产生更大的火花，但朕有2句话送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好好思索一下。徐光启等3人肃容面对着崇祯，等待他的指示。崇祯首先开口，语气严肃：科技无国界，但科技研究者有国界。我们不能让外国拿着我们研究出来的火器技术来攻打大明，让百姓死在我们的火器之下。他们沉默着，认真听着崇祯的话。崇祯接着警告道：海外势力不会因为现在不入侵就代表以后不会，我们必须保持警惕。徐光启和孙元化心头一紧，他们知道崇祯说的有道理。接着崇祯又说，如果有神明站在华夏的国土上，几千年的神佛也无法保护我们，更何况外神。这番话让2人微微变色，他们开始思考这个世界的奥秘。崇祯看着2人，沉吟片刻后继续：火器研究所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徐爱卿、毕爱卿，你们负责设计火器研究院的图纸，务必注意掩藏室和防火措施。孙元化被安排了内阁的事务，崇祯命令他开始准备。3人齐声应默，表示遵旨。崇祯询问了制造火器的成本，得知制造一把火神枪需要4两左右，而一门红衣大炮则需1000两左右。他随即命令发放50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，要求爱卿们务必合理使用。接着，崇祯提出了详细的成本核算方法，并示范了一张表格。3人对这种新颖的核算方法感到惊奇，纷纷表示能够理解并遵照执行。在一旁的大臣们也被崇祯的才华所折服，他们纷纷表示要推广这种记录方法。
崇祯随后安排了4人一起出去接风，并叫来了农业研究院的院长宋应星。听到宋应星要建造暖房，培育土豆种苗，崇祯露出了兴奋的神色。他决定亲自前往观看，并准备了烧烤的食材，邀请众人一同前往。大臣们纷纷表示愿意前往，表示要开开眼界。王承恩立刻着手准备食材和通知勇士营、锦衣卫做准备。在北京城的街道上，皇家仪仗队迅速穿过中心大街，直奔外城西直门，引起了路边百姓的好奇。崇祯皇帝最近的一系列举措，如清除奸党、严惩闹事者等，已经深深影响了北京城内的民众，他们对大明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随着銮驾驶出永定门，众人看到了一支气势磅礴的骑兵队伍，他们身姿挺拔，军旗在北风中飘扬。尽管北风呼啸，但这支骑兵队伍的士兵们却丝毫不为所动。当銮驾靠近时，一名军士跳下马，快步走向銮驾前方。陈勇士营指挥使曹变交奉命护驾，请陛下示下。这名军士跪在地上，声音响亮。崇祯从銮驾中走出来，看着远处的骑兵，心中暗自点头。勇士营的2000名精锐士兵都是藤乡4卫的精英，他们的表现已经初见成效。这段时间的特训，再加上曹变交的指挥，使得他们的战力逐渐接近边境精锐的水准。现在正是时候让他们去实战一番，见见世面了。随后众人去参观了宋应星搞的暖房，然后一起去上林坊吃烤肉聊天。孙传庭也选择担任禁军都指挥使。崇祯对孙传庭的决定感到满意，他示意众人继续用餐，自己则上了御驾，慢慢驶向北京城。回到东暖阁，王承恩为崇祯倒了一杯茶，低声提醒道：“皇上，曹化淳还在外面等候。”曹化淳备受期待地进入了东暖阁，他的出现显然激动了整个氛围。年约40的他，举止间透露出一种内敛的气质，他的脸上带着些许儒雅，一见到崇祯，他便跪了下去，声音微颤，表达出对皇帝的尊敬之情。崇祯走向他，扶起了他，询问着他这7年来的遭遇，言辞中满是关切。曹化淳的眼眶顿时湿润，被这份关怀所感动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他和王承恩都是崇祯信任的太监，对他来说，曹化淳的回归意味着不少事情可以有所改变。曹化淳从11、12岁便进宫，聪颖好学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。然而，魏忠贤当权后，他被流放至南京，历经苦难。而如今，他的归来无疑给了崇祯更多的信心和支持。崇祯在房间里踱着步，对曹化淳的安排思索良久，最终他决定让曹化淳去担任东厂提督。这个决定不仅是对曹化淳的信任，更是对他能力的肯定。崇祯交代了几项重要任务，包括招兵买马、监察政务、平冤昭雪等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大明的稳固和繁荣。李若莲作为锦衣卫指挥使，也被崇祯召见了。他和曹化淳互相见礼，崇祯希望他们之间能够相互合作。在崇祯的吩咐下，李若莲将大明日报的事务交给了东厂，而曹化淳则被交代了在全国各地传播报纸的任务。曹化淳听到这项任务有些犹豫，他明白虽然北京等地可以及时发行，但对于更远的地方来说，信息传递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。崇祯给出了解决方案，他计划通过不断的循环发行来弥补信息传递的滞后。这个任务不仅是为了控制舆论，更是为了打破封建社会的思维定式，推动社会的进步。曹化淳和李若莲都表示理解并接受了任务。曹化淳被崇祯派往东厂，而李若莲则被交代了另一项重要任务。在曹化淳离去后，崇祯对李若莲说道：“他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交给一个绝对可信赖的人来完成。”李若莲心中一震，陛下的严肃表情让他想起了曾经被告知的8大经商卖国事件。难道这次事情比卖国还要严重？朕成立了大明火器研究院，由徐光启、孙元化等人负责，但他们都是天主教徒，与西方联系密切。他们保证不会将大明的火器技术传出去。不是朕小人，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这个险朕担不起，大明也担不起。所以，你派绝对心腹去火器研究院监视众人，但只监视跟火器有关的事情，其他事情装作没看见，直接对朕汇报。记住了，如果一旦被发现，朕不会承认是朕安排的，你可明白？还有，安排锦衣卫到各处看看，西方传道士在传道的时候有没有使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，若是有，秘密的抓回来。若是发现传道士借传道为由秘密偷窃我大明的珍贵古籍、特有植物等等，直接处理掉，做得干净点。臣明白。李若莲对皇帝的2个安排心知肚明，尤其对于火器技术泄露的后果，心中更是忧虑。先不说技术传到海外的后果，就算流落到贱奴之手，也将对大明造成沉重打击。崇祯端起茶杯，长叹一口气。徐光启等人乃是火炮领域的权威，如何待他们皆有疑虑。然而对于天主教徒的事态，更是不容忽视。信仰问题涉及民族存亡，若放任不管，西方文化势必侵蚀大明。历史上的天主教徒数量令人震惊，
若任其发展，必将危及大明的文化和思想。崇祯心中明了，对待宗教问题不能掉以轻心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完成天主教事务的安排后，崇祯思索起朝廷6部9卿的事务。孙传庭选择了禁军都指挥使，稍让他意外，但若能掌控禁军，也有利于稳定朝纲。兵部尚书一职，他心中早有数人选，如洪承畴、侯询、满贵、李定国、张煌言、笃应熙等。洪承畴、张煌言、笃应熙皆是战略高手，而李定国更是明末最具战功的将领。对于侯询，他听从大臣介绍，此人有识人之能，虽未出名，但才干不可小觑。确定了侯询之后，崇祯决定开设军校，招募优秀年轻人，培养成才。满贵则是战功赫赫，对其任兵部尚书毋庸置疑，但文官出身的兵部尚书却引发内阁和6部的异议。思索再三，崇祯决议拉拢这批人才，不容错失。安排完此事，崇祯终于松了口气。次日朝会，孙承宗奏请成立火器研究院，并详细阐述火器利弊。内阁其他成员也纷纷表态支持。崇祯询问众臣意见后，决定交由内阁办理，督促各部积极配合。对于铁量问题，他询问户部尚书，得知存铁仅约600万斤。崇祯眉头微蹙，意识到其中可能有些隐情。铁作为国家军事和民用的基础资源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然而，当前的铁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，这不仅影响到了国防建设，也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和民生改善。崇祯心中清楚，这背后隐藏着朝廷中一些人的私心，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不惜牺牲国家和百姓的福祉。在深思熟虑后，崇祯决定采取果断措施。他命令收回所有铁矿和冶炼厂的经营权，以后所有的开采和冶炼活动都将由朝廷直接控制。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改革，意味着将触动无数利益集团的利益，但为了大明的未来，崇祯决心铁腕推行。同时，崇祯还下令铁产量在未来几年内必须大幅提升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他还特别提出要研究和推广苏钢冶炼技术，这种技术能够生产出极为锋利的刀具，对提高武器质量有着重要意义。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大明能够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优势，同时也为百姓的生活带来改善。在这一系列命令下达后，整个朝堂上下都感到了震动。很多大臣都不明白为何崇祯会如此重视铁的产量，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疑惑和担忧。但在崇祯的坚定眼神下，无人敢于公然反对。紧接着，崇祯宣布了另一项重大决策，成立禁军都指挥司，并任命孙传庭为第一任都指挥使。这是一个全新的军事机构，专门负责皇帝的亲军。其成立标志着崇祯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，进一步控制军队。然而，皇帝的决策并非没有遭遇反对。部分朝臣对于开武科的提议表达了担忧，他们担心过多的武举人才无处安置，以及缺乏实战经验的问题。但崇祯对这些声音给予了深思熟虑的反思。武科的开设不仅仅是为了选拔军事人才，更是为了激励武士阶层的士气和荣誉感。在他看来，改革武科制度，挑选真正有才能的将领，是提升大明军力的关键一环。于是，他决定不仅要开设武科，更要改革它，使之成为一个真正能选拔出能征善战将领的平台。陛下，武科选出来的人都是书本上的，却没有任何带兵的经验，依臣看有些中看不中用。陈国公朱纯臣站出来说了一句，言语满是不屑。崇祯帝的怒火如烈焰般燃烧，直接点名质问陈国公朱纯臣。这一刻，空气几乎凝固，众人的呼吸仿佛都被压抑住了。他提到了自大明朝太祖起，历代帝王如何以武举选拔英才，强调了武举对大明帝国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性。历经数朝的演变，武举成为了一个精英汇聚之地，其中不乏如戚继光、于大球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将。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有杰出贡献，还在艺术与文学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崇祯帝将这一切历史与成就摆在朱纯臣面前，质问他如何比肩这些历史巨人。朱纯臣的面色因尴尬而涨红，明明只是直言不讳，却未料到会引来皇帝如此猛烈的怒火。他的反应也映照出其他官员们的尴尬与不安。此次斥责并非只是针对一人，而是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一次警醒。崇祯帝虽怒，心中却有所谋划。他知道这次直面冲突不仅是对朱纯臣的警告，也是对所有依赖世袭与英保制度的官员们的一次挑战。他利用这次机会深入探讨了大明朝的根本问题，包括宗室的庞大负担、赋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武举制度的弊端。然而，当孙传庭站出来提出武举改革的5条建议时，整个殿堂的气氛达到了沸点。这些建议包括清查核实、登记造册。这一建议强调了对现有武官进行详细的清查和登记，以确保所有武官的资料都是准确无误的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各个武官的实际能力和功绩，
为今后的推用提供可靠依据。清理纳籍，限制杂图。此建议针对的是武举中存在的贿赂和通过捐赠获取官职的不正之风。通过清理这种纳籍、捐赠升级现象，可以避免官职被金钱所左右，确保武举的公平公正。市职武举划分比例，这条建议旨在为各种途径进入官场的人才设定一定的比例限制，比如通过世袭、蒙阴、基层提拔以及5科考试等途径进入官场的人员，各自所占的比例应有明确规定，这样可以保证官员的来源多样化，同时避免某一类人群过分占据官场。增加不推，开辟缺员。此建议提出通过增加官员的推荐和选拔渠道，来为有才能的人才提供更多进入官场的机会。这不仅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才向公职领域发展，也有利于优化官员队伍的结构。武举改革，推用质量，贤进庸退。最后一条建议强调了通过改革提高武举选拔的质量，确保能够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才。同时，通过设立一定的机制，让不称职的官员有所退位，以保证官场的活力和效率。孙传庭的这些建议直击武举制度存在的问题，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措施，使得大明的武举系统更加公平、高效和透明，以适应时代的需求，选拔出真正能够为大明帝国贡献力量的英才。他的直言不讳和切中要害的提议，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孙传庭提出的改革措施，尤其是关于清理纳籍和市职武举的划分比例，直接触及了众多官员的利益。崇祯帝的态度转变为赞许，他立即下令吏部尚书房壮丽和其他官员跟进这些提议的实施。